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穿569元牛仔裤惊艳亮相，粉发撞色太敢穿，全网围观。赵丽颖素颜出街引爆讨论，粉发配平价牛仔裤穿出红毯气质，网友赞其活出真我。这位手握2座视后的国民女演员，用500元牛仔裤混搭出独特风格，在顶流位置保持真实与松弛，展现菜市场美学的底气。赵丽颖公园亮相，569元亲民牛仔裤配粉发撞色吸睛，顶流女星被偶遇素颜出街，粉发配平价牛仔裤引爆讨论，路人镜头暴露真实状态。3伏天的北京朝阳公园树荫底下，一抹粉色身影晃过人群。赵丽颖顶着新染的樱花粉短发，吊带衫配牛仔裤的清凉穿搭，在遛弯大爷和广场舞大妈的包围中格外扎眼。有游客举起手机时才发现，这位穿得像大学生似的姑娘，竟是手握2座视后奖杯的国民女演员。围观者翻出同款牛仔裤标价，不过500余元。网友戏称其把菜市场穿搭穿出红毯气质，更有人调侃终于不用靠高定抢头条。粉橘色发丝随风扬起时，倒真有几分第20条里郝秀萍的倔强劲儿。这条被扒出价格的牛仔裤腰线处磨白设计，倒是暗合了她在风吹半夏里许半夏那股子不服输的韧劲。争议随着热浪扑面而来，有人说她装嫩失败，有人赞她活出真我，粉丝群里早已吵翻了天。但细看现场抓拍，她耳垂空荡荡，没戴首饰，脚上蹬着双帆布鞋走得飞快，倒像是急着赴约的邻家姑娘。知情人透露，当天确有品牌活动，但这位姐愣是把通告日过成了休息日。莎士比亚说过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去年连夺2座视后的赵丽颖，似乎正在践行这句话。比起10年前陆贞传奇时期面对镜头的紧绷，如今她把8000块的针织衫和500块的牛仔裤混搭得浑然天成。活动现场换上白色连衣裙时，发间别着的雏菊发卡晃呀晃，倒比满钻皇冠更抢镜。演技派难得的不端着。前阵子因为直接回怼粉丝上热搜，被批说话不过脑，可转头就用公园遛弯照攀回一城。观众看得明白，能穿着平价牛仔裤逛公园的女演员，至少没活成商业橱窗里的假人模特。比起某些走红毯要清场半小时的明星，这份真实反倒成了稀缺品。85花旦的战场早已从古偶剧转到现实人生。当同龄女星还在拗少女人设，赵丽颖顶着粉头发啃煎饼果子的路透照，倒显出几分破罐子破摔的洒脱。观众既爱看她穿高定走红毯的明艳，也乐见其穿牛仔裤逛公园的松弛。毕竟演员的真功夫在镜头里，生活里的模样全当是赠送的花絮。粉头发终究会褪色，500块的牛仔裤也总会过时。但能在顶流位置保持这份菜市场美学的底气，或许才是她在85花中杀出血路的关键。下次在公园撞见遛弯的顶流女星，别急着拍同款，倒是该学学人家这份把日子过成街拍的本事。赵丽颖又一次成功地打破了人们对明星日常穿搭的刻板印象。近日，她现身公园，身穿一条仅售569元的牛仔裤，搭配抢眼粉发造型，整体风格大胆撞色又不失甜美感，瞬间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这种既接地气又充满个性的穿搭，不仅刷新了网友对女明星的时尚认知，也再次印证了赵丽颖对造型驾驭力的强大与她个人气质的独特魅力。很多人都说赵丽颖是那种越看越有味道的明星，不靠浮夸的包装，也不依赖奢华的外在装饰，她的美是一种内敛但足够坚定的存在。这一次，她选择以一条亲民价格的牛仔裤作为主打，搭配大胆又罕见的粉发撞色造型，这种看似反差的组合，却在她身上实现了意想不到的和谐统一。她用行动告诉大众，真正的时尚不是价格的堆砌，而是穿出自己，穿出态度。从视觉角度来看，
这身搭配的亮点集中在粉发与牛仔的对比碰撞。粉发在传统审美中往往被视为张扬不稳重的象征，但赵丽颖将这种潮流元素融入日常装扮，用简约剪裁的白 T 和浅蓝色牛仔裤进行平衡，让整套造型充满青春叛逆与知性清新的混搭美学。尤其在阳光的映衬下，那一抹粉色不仅没有显得突兀，反而显得她整个人焕发出一种逆龄生长的状态。网友评论说，她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这不仅是一种夸赞，更是一种被她独特气质所打动的真实反应。再来看569元的牛仔裤，这无疑是整个造型的最大话题点。在动辄穿几万元高定的娱乐圈女星中，赵丽颖选择亲民品牌，展现的是她对大众时尚的尊重与理解。她用实际行动告诉粉丝和路人，时尚没有门槛，美丽也无需昂贵。这样的选择不仅拉近了她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也再次强化了她接地气、真实不做作的公众形象。事实上，赵丽颖一直以来在穿搭上的审美都是以实用性与风格感并重为主。她曾多次穿平价品牌登上热搜，被称为性洁比穿搭女王。这次只是又一次实力演绎。值得注意的是，赵丽颖的这次公园亮相并非某种商业造势，也没有刻意安排媒体拍摄，而是真正的随性出街，但却意外成了全网讨论的焦点。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时尚影响力，正是赵丽颖与许多过度包装的明星不同之处。她的存在感并非靠外在炒作堆积，而是在日积月累的作品、形象、人格魅力中自然生长起来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她做出一些看似大胆的尝试时，大家才会觉得她能驾驭她穿得很好看，而非哗众取宠。舆论场中对于女明星穿搭的评价标准往往极端而苛刻，既要求她们时尚前卫，又希望她们亲切自然；既期待她们打破固有审美，又不能过度挑战主流接受度。但赵丽颖此次造型之所以能够赢得一边倒的好评，核心原因在于她没有为了博眼球而失去自己的风格根基。她大胆，但不刻意；她突破，却不脱离自我。这种松弛感恰恰是当下时尚圈最难得的一种气质。当然，也有部分网友在讨论中提出质疑，一个一线女星穿569元的裤子，是不是公关操作？但事实是，这样的质疑正体现了大众对赵丽颖形象的一贯信任，因为她在过往的每一次亮相中，从未靠炫富或名牌堆砌去维系形象，反而更多通过实穿性和真实感去和观众建立情感连接。即便在商业活动或红毯上，她也从不盲从流行，而总能在细节处体现自我理解。这种时尚自洽正是她能屡屡登上热搜却少有争议的关键。粉发与亲民裤装的组合，在赵丽颖身上没有形成违和感，反而带来一种都市童话感。她是那个从草根出发，一路拼搏走到顶流的现实版灰姑娘，但她从未丢失自己的真实与本色。在这浮躁的娱乐圈中，她以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你可以穿着亲民的牛仔裤，也可以拥有星光万丈；你可以大胆选择粉色头发，也可以继续保持内心的安静与清醒。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借着赵丽颖这次惊艳亮相，对所有热爱她、关注她的观众说一句：时尚并不是明星的专属，风格也从来不取决于价格。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可以像赵丽颖一样，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也许你没有粉发的勇气，也许你还在为一条适合自己的牛仔裤而烦恼，但请记住，真正的美从不是靠模仿别人的样子，而是在坚持自我中逐渐生长。赵丽颖一直在用行动诠释，成长不是变得复杂，而是越来越明白自己是谁，喜欢什么，不需要为谁而改变。这一次的造型，不仅是视觉上的惊艳，更是一次态度上的宣言。在这万千喧嚣的世界里，她用一身简单却特别的装扮，再次把赵丽颖这个名字镌刻在观众的心中。未来的她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没人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他还在用心生活、认真工作、坚持自我，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将是对美的又一次重新定义。赵丽颖不是潮流的追随者，而是走在自我风格前沿的探索者。震惊！王一博曾代言的知名品牌宣告破产，真相曝光引发热议。30年过去，红极一时的真维斯却在自己的老家澳大利亚破产了。日前，记者查询了真维斯澳大利亚官网，网页上赫然是商店全部关闭的字样。图片来源：真维斯澳大利亚官网。已有53年历史的真维斯诞生于澳大利亚，1993年被我国企业旭日集团引入上海，开出首店后，品牌进入高速发展期。巅峰时期，其全球门店数量达3156家，澳大利亚店铺全关，中国门店服系迎占618。早在2020年，就传出了真维斯位于澳大利亚的公司将要破产的消息。直至今年3月，澳大利亚真维斯进入自愿清算流程的消息更是传得沸沸扬扬。中国真维斯与澳大利亚真维斯属两所完全独立公司，双方业务互不影响，财务相互独立。中国真维斯的所有者旭日集团在发布的关于真维斯澳大利亚业务调整的声明中表示，近日澳大利亚真维斯公司基于全球零售业态变革及当地市场环境变化，做出了正常业务调整，重整了线上线下业务，优化运营模式，将全力推动澳大利亚公司向电商渠道发展。真维斯上海店铺当前正处于618电商大促时期，不少商家线上线下都在积极开展各种促销活动。真维斯则显得很佛系。当记者询问真维斯线下门店店员618活动时，店员回答：“目前还不知道，不过网上那些便宜的真维斯和我们实体店的不一样。”而真维斯贴出的优惠货品标签，在消费者看来并不实惠。618都有大促，真维斯同样质量和款式的 T 恤，别家只要39元。有消费者向记者表示，30余年未涨价，奢品沦为快消品。我20出头时，真维斯可是我心中的时尚大牌，拥有一件 T 恤都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真维斯于澳大利亚的闭店引发了中国市场消费者的一波回忆杀。30余年间，真维斯价格走低，在其电商平台更是放出了19元每条的休闲长裤，不足15元件的短袖 T 恤。从最初的奢侈品定位到了如今成为快消品。销量下滑后，真维斯也试图改变，转型线上，并签约王一博等知名艺人为品牌代言。真维斯宣布代言人王一博后，品牌在话题热度上确实升温，相关产品也一度出现销售热潮。业内人士表示，选择流量明星不是没有风险和成本，并且从长期来看，能否将这种短期的流量优势转化为稳定的客户资源和持续的销售增长，还需要看真维斯本身的产品竞争力和综合品牌形象。今年618大促也拉开帷幕，天猫透露，618抢先购首日4小时店铺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排名 Top 3的服饰品牌中，不仅真维斯榜上无名，和他当年一同叱咤市场的美特斯邦威、佐丹奴、乙醇等也未见踪影。近日，一则关于某知名品牌宣布破产的新闻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品牌曾邀请当红顶流王一博担任代言人。一时间，关于明星代言是否等同品牌护身符，流量能否拯救商业危机的讨论迅速升温，也让人重新审视流量明星加商业代言的关系链条。王一博作为近年来娱乐圈最受瞩目的全能艺人之一，其商业价值与代言吸引力早已不言而喻。从高端奢侈品牌到国产新兴科技，从运动潮牌到护肤品、饮品类目，他的代言涵盖多个消费领域，并屡屡实现产品销量与品牌关注度的双飞跃。然而，正因如此，当这次的破产消息曝光时，
众多网友一方面感到惊讶，另一方面也发出了疑问：拥有如此强大顶流光环的代言，竟也无法挽救品牌走向终局。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明星代言与品牌破产出现在同一个语境中。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竞技中，企业的生死成败往往取决于内部运营结构、产品更新速度、供应链体系、市场应变能力等多维因素。明星代言虽有强效的引流作用，但无法代替企业战略上的长期判断与执行力。换句话说，代言人提供的是流量窗口，但品牌本身仍需靠内功决定其命运。以这次被迫破产的品牌为例，其曾在行业内位居前列，产品一度风靡全国，甚至打入国际市场。王一博成为其代言人时，品牌正处于战略转型期，企图通过偶像经济与年轻化策略获取新一代消费者的注意。这一战略在短期内确实见效显著，代言官宣当天，品牌官网访问量激增，社交媒体话题量破千万，产品销量翻倍。然而，品牌并未趁热打铁优化供应链或拓宽核心技术，反而将重心过度压注于营销层面，忽视了用户体验与产品更新，最终陷入增长停滞、资金链紧张等困局。值得注意的是，王一博本人及其团队在代言过程中始终保持专业与敬业。他为该品牌拍摄的广告片获得诸多好评，活动现场全力配合，社交媒体也给予曝光支持。可以说，王一博已完成了一个代言人应尽的职责，其形象与行为并无瑕疵。但即使如此，也无法逆转品牌本身内部失血的现实。这也提醒我们，在信息传播极度发达的当下，明星代言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快速带来可见的声量与热度，放大品牌在市场上的存在感。另一方面，如果品牌自身缺乏长期价值支撑，那么热度退去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反而更容易暴露。而一旦破产、倒闭的消息传出，明星也很容易被连坐是舆论攻击，甚至影响其个人声誉。不过，从当前网友反馈来看，大多数理性声音认为王一博不应为此次品牌破产背锅。许多评论指出，艺人只是代言，并非管理层。王一博的口碑一向良好，不该因此被牵连。还有粉丝表示，我们支持王一博选品牌的判断，但也希望品牌方要对消费者负责，不能仅靠流量来撑命。双引号。与此同时，这一事件也对整个娱乐与商业市场带来了深刻反思。企业在选择明星代言人时，是否真正把握了品牌的核心调性与长期战略方向？明星在接受代言前，是否有足够的备调机制去甄别合作方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监管机构又应如何介入防范虚假宣传、利用明星洗白等潜在风险？在王一博的代言名单中，绝大多数品牌都保持着稳健增长态势，从侧面也印证了他对代言选择的谨慎与职业素养。他多次在采访中表示，我更看重品牌本身是否专注，是否有自己的理念，而不仅仅是知名度。这一态度也获得了不少业内人士的认同。也正因如此，这次品牌破产事件才更显特殊，它并不是艺人失察或代言失当，而是一个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型品牌在转型过程中掉队的真实写照。放眼整个消费市场，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一波波网红品牌崛起又消失，一次次情怀营销盛极一时后归于沉寂。这正是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也是所有品牌必须面对的现实考验。对于王一博来说，这次事件既是一次舆论挑战，也是一次品牌风险教育。他与团队如何应对，如何汲取经验教训，如何在未来挑选更匹配的合作对象，将成为粉丝与业界关注的焦点。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王一博展现出的是成熟、冷静和远见，继续专注作品与成长，少参与无谓舆论争执，这是他作为公众人物最宝贵的特质。最后，
想对所有读者与粉丝说一句：偶像的意义不仅仅是陪伴与热爱，更是一种价值引领与思维启发。当我们为王一博的拼搏与努力而感动时，也应学会在生活中保持理性判断，增强风险意识，不盲目追捧，不盲目消费。娱乐不是乌托邦，商业也非童话。每一个选择背后都藏着对现实的洞察与责任。而王一博，这位在聚光灯下依然保持清醒的青年演员，正用行动告诉我们，流量只是起点，作品与信任才是长久的根基。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见证它的更多可能，也愿更多品牌与艺人都能携手走得长远而稳健。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